Alright, let's try to pick this up then. 在这个地方哎。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要去练习赛道的技巧，就是会做一些改装去跑赛道。在这台人300呢，要做基础评测。那这是我新的影片企划，叫做13人企划赛道，然后要把这台人300做改装，500块美金。好啦，那大家每个礼拜就一起跟着我踏上这改车的旅程。大家好，我是13，欢迎又回到我的13人企划。那这一集是最后一集了，不过小资改装也是到了尾声。那这次我说的终极评测呢，是到Mazda Raceway Laguna Seca。那这个赛道呢，我上次有讲，这是我最喜欢的赛道诶。那时候开4轮的时候有跑过，那个时候是第2代的 MX-5， 所以我做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会讲错，靠，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我这一次在这边，我希望可以破我4轮的记录。那这个赛道非常有名，其实有在 follow MotoGP 或是 WSBK 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好，我说很有名，是因为 MotoGP，Casey Stoner 跟 Rossi 之战就在这边，这个非常有名的弯叫做 Corkscrew。等一下我们会跑，你会看到。好，前面Mazda Raceway。所以能跑到 GP 赛道啊，我真的非常的兴奋。虽然已经是算前 GP 赛道，因为现在的 GP 比赛并没有在 Laguna Seca 跑，现在还有 WSBK 在这边跑。那原因其实是因为加州并没有补助赛车运动，所以这边当地的赛道的团体他们无法就是撑下这么大的经费，因为办MotoGP 有很多钱嘛，所以就只好就停办。那我能跑到这个赛道，我真的是超级兴奋到不行，我昨天根本就睡不着。好，那如果我现在讲话有点大舌头呢，那不好意思，因为完全帽很紧，所以讲话其实有点吃力。Laguna Seca 的意思其实是 Dry Lake， 那是西班牙文。那因为这边原本是干枯的湖，那他们就在干枯的湖周围建了一个赛道，也因为这样，有很多山坡，所以高低差很多。我记得有达到55公尺的高低差。它这个赛道呢是才2迈长，3.5公里吧，我记得。那这样的长度其实主要是比较适合高马力的车种，但是人300呢，在这边其实除了上坡，我觉得会有点吃力之外，其他如果弯道速度拉得够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好了，那我们就去骑车，走。13? No. No. Yeah, 113? Actually, 113. 113? Okay. And what size is this? What size is this? Yeah. 300. 300, okay. Yeah. And what did he tell you about numbers? 113. Yeah. You are good to go, sir. We'll see you at the Riders meeting at 8:15. 好了，现在这是第1节暖身圈，是熟悉赛道，哇，超兴奋的 GP 赛道哎！哦，Mazda Raceway Laguna Seca。好，现在第1节是跟前面教练是熟悉环境。好，进 track 的时候，他说要一直靠左边，因为如果后方有车子要过来的时候，我会掌握人家的路线。好，接下来这边是上坡，这跟其他赛道不一样的地方是，Laguna Seca 有非常严格的声音
的噪音怎么讲？噪音标准。我们现在会进到 Corkscrew， 非常有名的。呼呼，它是盲弯哦。哦，感觉像云霄飞车，2层楼高直接滑下来这样。真的很难想象之前 MotoGP、Rossi 或是 Marquez 他们可以走里面那个边边的 curve， 根本不是路，然后让冲下来，太可怕了吧！哇！这胆子这有多大啊？哦，好，第一节暖身结束。除了好玩这2个字呢，我觉得还有另外2个字，就是恐惧。我也会怕。Yeah. 华丽和救了我。我刚刚退档太多，后轮有点飘，华丽和帮了我。好，我刚刚其实才第2节，然后就有1-2圈是clean lap， 没有塞车。来看一下。然后破自己的4轮记录，干没记到，有时候就这样没有记到，可恶！等一下在下一节再继续。好，现在带你去 Corkscrew 看一下，等一下可以去看看最高级别在跑，那应该很帅。好，你们看到这些车子？没错，我们现在就在 Corkscrew 最上面。出去那个 Corkscrew， 我觉得就是整个姿势转换的感觉，那个真的有点可怕。就是因为已经是倾角滑下去，你看，所以本身我也不太敢，就是更压低了，我怕会滑出去。我觉得应该也是个很大的心理障碍。光看有什么用？我去骑吧。
个圈，就觉得很爽。可是我的脸上都是虫啊！好，来看一下手机的时间，看有没有破4轮记录，没有破。想要再接再厉。这就是拉格纳塞卡，几乎一半的赛道都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前面那边有一个湖，所以其实拉格纳塞卡还是有湖的。海放的滋味。然后再入弯超他们。哦 fuck！ 我全轮滑出去了啊！应该有净空了。
啊！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车子突然间跳档还是怎样？奇怪。13，果然塞车，这块是2分07。我这一圈看得出来，除了车子状况之外，我自己的状况我是觉得越骑越顺。刚刚是右弯的时候，前轮有点滑出去。让车子休息一下。这节我也带了一个秘密武器，秘密武器其实就是耳塞，没有错。其实我之前在骑 CBR 的时候，我骑车都会戴耳塞，因为改管非常大声，然后因为高速行驶那个风声也很大，所以我现在戴耳塞就有一点那种零度空间的感觉。我连讲话都比较沉稳了。干空挡 ，fuck！what the fuck？ 我在做什么？应该说我是失误，我怎么会一直失误那边？哦，我知道为什么了。哦。可是偏偏它马力大。
corkscrew，来自云霄飞车的感觉。啊，要离开了，跟他 say 卡了，有点舍不得。13人计划暂时就告这个段落，自己有点舍不得。好，赶快看一下最后一节有没有就是破自己的记录。来，204.55 ，yes， 有啦，有比4人快，好 ，yes，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嘛，对不对？有打破自己的记录，很好。不过虽然我觉得骑忍300，照理说直线加速应该会快一点，不过在弯道上呢，其实那个恐惧感，我说真的，骑车的恐惧啊，比开车真的是大很多。最后看看可不可以迈向低于2分钟，因为低于2分钟的话，我之前有讲啊，就可以升一个级别。好 ，yes， 好啦，那我做这些改装呢，其实就像你看到的，对很多车都适用。如果你骑 R3啊，或是其他600cc 房车，其实做这些基本的改装，像轮胎、刹车皮、刹车油管线、手把啊、脚踏后移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蛮通用的。所以我也希望这次，如果你有跟我一起看完13人计划的话，你也可以知道说，针对你的车子可以做什么样的性能改装，然后又不会花太多钱。最后收尾，我觉得这次预算呢，我来看一下总共花了多少钱，在左上角这边。对，没错，超出预算，可是没有超出太多啦。不过这些改装，我真的觉得，咋这样拿大家去跑赛道，然后边一起学习、一起改装、一起增进自己的技术，真的是非常值得。其实我可以做这个企划，不只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很多也是给我自己的记录。毕竟有些改装，有些东西其实自己做的记录，以后未来在做一些改装的时候，也会回来自己看。然后我也希望你们这几周这样13人计划一直播下来，然后你们也有一些学到一些新东西。那如果我有做不好的地方的话，你也跟我说，因为我也想跟大家一起交流。那最后我还是要呼吁，山道非赛道。我这次13人计划，然后做这些赛道练习，你也看得出来，其实中间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也是有犯错。那在这样冲的情况下，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在山道上跑，就像我之前说的，你没有空间让你犯错，那你怎么办？你就只能摔车，然后摔车其实车坏了不打紧，你受伤怎么办？好，那如果你喜欢这一系列的影片呢，你也跟我说，然后帮我按个赞。那我希望未来也可以继续做像这之类的企划，因为我觉得骑车的路真的还很久，现在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好啦，那13人企划就到这边，谢谢大家。